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今天来分享幼儿的荷语学习资源。毕竟整个家庭移居过来的时候，像我们过来的时候都还是小孩，那时候过来是2岁跟4岁。那我们对于他要融入荷兰的一些环境上，就会有一些担心了。对，我们这边主要想要分享的是我们自己经历到的啦。那当然可能有更多资源，对，更多资源。然后像说我们的小孩是因为是2到4岁，等于是他其实还在语言发展当中。可是因为像比较高年级的，他们就可能会有语言学校等等的资源，那我们就没有遇到。对，所以我们这里主要分享的是幼儿的荷语的学习资源。先讲一下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是小宝是2岁左右，快2岁左右，然后后来那大宝是4岁，那大宝就直接进入小学荷兰小学1年级，那小宝的话是等到2岁半是我们这一区，然后可以进到幼儿园里面，对，那都是全荷语教学。我们遇到第一个荷语资源就是大宝的小学里面，就他学校里面，老师会安排就是在上课时间。他会安排一些时段，会把班上这些外来移民家庭的小朋友抽到隔壁教室，有另外一个老师来单独做荷语的加强，对，跟学习一些单字啊等等的。对，可能主要是单字一些基本的，像一开始好像有颜色啊，或是数字1到10啊等等这种比较基本的荷文，每个礼拜大概有1到2次半小时，但有时候就好像没有那个老师，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频率上是怎么样？因为他对于小朋友来说，并没有一个学习的压力，他觉得到另外一个教室去玩，对他们来说是这种感觉。他们是用玩乐的方式去学这个东西。对，我再拉回来讲一下，小宝2岁半进到幼儿园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特别再去加强荷语的，因为在他这个年纪的阶段，他就算中文也很多字是听不懂的，所以对他来说，荷语都听不懂也还好。第二个在荷兰很常见的语言学习资源就是 Logopedy， 它其实就是语言治疗。它的中文翻译是这样。对，它的原来设计的目的是，就是可能一些荷兰的小朋友他的语言发展比较迟缓，那就会进行这方面的加强跟训练。还有一些字咬文嚼字没有那么标准，它好像会针对这一块去正音班的感觉，有点像。那这个治疗呢就是小朋友的保险全额负担，那我们是不用支付任何的费用，然后也不会先垫付金额，都没有这个状况。那先讲一下 Logopedy 怎么申请，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听过超级多的版本，有人说要去 GGD， 也就是他们的类似卫生所的地方开一些要请那里的医生开证明，然后再转接到 Logopedy， 然后你是自己拿着这个证明去找你喜欢的语言治疗所去排队去申请。那还有人说另外方法是你去 GP， 就是加1，请医生开一个证明，就是各种的说法流程都很复杂，各种不一样的消息，所以我们申请排到 Logopedy， 然后第一天我就问那边的老师说，我们很想知道到底具体的申请流程是怎么样，要透过 GGD 转介呢，还是要透过加1，还是有怎么样的限制？然后老师很直接跟我说，其实都不用，你只要直接联络语言治疗中心，就是 Logopedy， 那你就可以直接排队了。他甚至不需要任何人开证明转介都不用，但这个资讯 GGD 跟 GP 也不知道。他们都会帮你开转介，但他们不知道其实可能不用。每一间语言治疗中心规则可能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也会不一样，会不会是他们那间可以不用？我觉得我自己猜测的状况是，某一些他排了很多人，他希望你来的资料就是齐全，真的是需要的，对他不用再去筛选过一次，对他可能是想要去掉这个麻烦跟风险，不然实际在流程上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只要语言中心那边跟你的保险公司OK， 那就没什么问题。我知道可能这几年都每一年或是有一些演变，就是做法可能有一些改变。那我们现在目前是2025年，就是今年上半年才刚问完我们的 Logopedy 老师的状况啊，这样子。而且我们这边外来移民特别多，所以几乎都很满，所以他可能想要减省一些。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第一次不是都会有一些评测，帮小朋友评测嘛？我猜有可能就是他们还有就是预做这些事情，所以可以不用透过加1。对，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建议大家就是直接联络语言中心，然后再看他们需要什么。对，可以问看就是问他怎么走这个流程。对，所以没有一定说一定要谁转接，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小宝大概是3岁多还是3岁半的时候，家长面谈的时候，他有跟我们说，就是会讲到语言发展这一块。那我们就有问他说，那有听到朋友说去 Logopedy， 那老师那时候评估觉得，他可以去看看，去申请看看。那刚好就有一间可以提供给大小宝就是同一个时段，
同一个 logopedic 机构啦。那他因为他这个机构上面有3个老师，所以就比较容易排得到。那它的话就是有分的，有点像也不知道整间，但它的那个里面呢，对，办公室，那它就当然会有桌子跟电脑等等，那它旁边就很多有点像教具，那有点像是桌游等等的游戏。那在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它是需要家长陪同的，有点像是它其实不会告诉小朋友他现在是考试哦，他现在就是透过问问题啊，或者是说有点像玩的方式，大概去抓这个小朋友的荷兰文程度，测出来结果之后呢，他就会依据这个小朋友的比较哪里不足，或是说他觉得需要哪里改善，或是说可能其实大部分都 OK， 只是他单字量需要补足到他差不多年纪的程度等等。然后因为每个小朋友不同，然后他就会提供给这个小朋友帮助。对。然后就是每个礼拜半小时的长度。那其实这个是付费，只是保险帮我们 cover。然后老师那时候好像跟我说，一堂课好像是40欧左右之类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旷课，你突然旷课也没请假，你可能就要支付这个费用。对，这应该是算一个惩罚吧。对啊，就是你占用人家时段，但是 no show。对啊，对，但是是可以请假的。就是你提早请假是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3个资源。那我这个资源比较特别，是至少我们邻近的那个比较大的城市是没有的。那我们这一区这城镇上是有的。那这个资源叫 Vocalist Express。会知道这个资源主要是我们透过大宝的老师那边知道的。那他这个是透过呢，志工。应该是志工奶奶或者志工爷爷，然后到家里，然后透过讲故事的方式，或是后来会有玩游戏啊，或是一起做画画啊等等，一起互动的方式，然后让这个小朋友接触更多的荷兰文。一开始会有第一次的面谈，那是到这个组织的办公室，然后他会先了解一下这个小朋友的一些个人资讯，然后后来还有他的状况，还有他的喜好，因为这可能有助于他之后的志工来跟他互动的时候有一些更进一步可以跟这个小朋友互动的资讯。然后那他是缴一次性的费用是10欧元。那接下来就会由他会询问你说，你比较喜欢是爷爷还是奶奶啊等等，然后时间上啊的比较可以的时间，那就会接下来就会就是由这个志工奶奶或是爷爷来跟我们联系，然后他什么时候会来。基本上应该是透过老师，然后老师帮我们填单啦，然后通文就免费，然后是20次。20周，每次1个小时，对，每次1个小时，每周1个小时。然后每次活动要怎么进行，就是由志工奶奶或爷爷他们来安排。对，他的这个活动比较特别，他是希望家长一起参与，家长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然后看这个志工怎么去引导小孩，然后去练习他的荷兰文。那通常他们是透过先读1本或读2本。那个荷兰文故事，然后再来呢，我们有遇过奶奶可能就是带着他画画的工具，然后跟大宝一起画画，然后或是说带一些桌游跟大宝一起玩这样子，然后家长这时候也一起参与这样子。对，就是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托育的服务。但我觉得就是既然有这个资源，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申请看看啦，因为无论是 Vocalist Express 还是 Logopedic， 反正老师他们会经过筛选，会经过评估这样子，对，会帮你让小孩找到他需要的资源。对。好，那我们现在状况就是小宝4岁，大宝6岁。那现在他们的荷语发展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我也蛮想要分享这个的。因为我们到了荷兰，大概今年是第3年，那所以他们接触荷兰文也是今年迈入第3年。那我想要就是跟可能还在第1、2年的爸爸妈妈说一声，就是我们刚来这边的时候，其实都会有点焦虑，你一定会担心荷兰多一点嘛，因为他真的很需要这个语言的存在。那直到今年第3年的时候，你们会其实发现，小孩子其实进步得非常快速。他透过交朋友，或者他透过他自己的方式，他总是荷兰文就会进步了。对啊，对他来说就是2个自然语言，对，没有什么问题。对，但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崩溃吧还好，但像我的话，我觉得自己心里一直在拉拔，想说啊，我到底需不需要帮他做点什么，然后需不需要他去申请 Logopedic， 要不要让他去申请，还是接触更多的荷兰文等等，就是会很多的一些焦虑跟担忧啦。今天的资源分享就是给大家知道一下有这个东西，但并不是这么必要，或者是没有就会怎么样，对，不用太焦虑。对，然后跟大家分享是我真的发现大宝，尤其是大宝
的荷兰文进步程度，有点像是比较突破性的成长，是因为跟小朋友一起玩。对，就会发现他突然会讲句子，甚至整串的文章。那个喉音的发音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模仿的。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因为他们的声带也还在发展，所以他们现在喉音练习都是没有问题。对啊。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See you，拜拜。